大家上午好，今天是7月8号。今天上午第3个视频，我们来说一说美股的阿里巴巴。其实之前关于阿里巴巴，我们在4月10号的时候当时出视频也是说到过，只不过说的是港股的阿里巴巴。那么当时是在4月10号的时候，因为底部出现了一个底分型，所以我们认为港股的阿里巴巴后期整体向上的反弹，会有一波反弹走势。那么之后也是从这个100港币涨到了130港币，这样整体一个30%的上涨空间。当时4月10号我们当时的预期是保守了一些，目标看到了122，但是整体这波反弹确实是让我们通过视频已经是抓住了。但是中长期走势来说的话，阿里巴巴此次的调整它依然没有结束。这一次我们再次更新一下关于这个美股阿里巴巴中长期的一个波浪结构形态，中期结构可能还会有向下的一个调整空间，但是长期往上的预期还是存在的。下来我们继续步入正题。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阿里巴巴的美股的一个月线图，最高点是在319.30美元，低点是出现在58.01美元。那前期的这波下跌走势，从目前来看呢，它是运行了一个五浪结构，也就是下跌五浪，1、2、3、4、5。那既然下跌五浪结束之后是必然会跟随一个反弹浪，反弹走势。那么首先我们先要看一下黄金分割。黄金分割来看，此次的之前的3波反弹，它只能说是接近了 0.382 的位置并没有摸到这个 0.382 的位置，也就是 157.70 美元。当前来看，整体从 58.01 运行至今，它所需的反弹的时间跨度是满足的，但是向上反弹的力度，它是包括幅度，它是没有满足。那因此按照以往的反弹，它是一个 ABC 结构，那么这里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里整体走势向上的一个运行结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3重3浪的这样一个形态。其实港股的阿里巴巴和美股它整体走势结构是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下来我们就需要划分一下当前的这个结构。这里是起手反弹的第一浪，之前我们认为它是 A 或者是 W 浪，现在目前来看我会认为它是 W 浪的概率更大一些。短期的一个向下回撤调整3波形态，这是一个 X 浪。2次向上的冲击，蓝色段的第2笔，这是一个 Y 浪。那由于我们看到它整体反弹的幅度没有达成预期，那么也就意味着近期可能会走之前 X 浪同规模的这个黑色段，此处将会出现第2个 X 浪。等这个 X 浪结束之后，市场将会再次向上走出新的或者是最后一波的反弹 Z 浪，届时会抵达 0.382 或超越 0.382， 向 50% 这个位置去挺进 Z 浪。那通过以上的结构梳理，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我们是处于第2个黑色段的 X 浪当中，可以说是再看细一些，它属于其中的 X3。那下来我们具体就是要分析一下此次 X 浪整体调整向下的目标支撑在哪里，哪里是 X 浪潜在的结束点，哪里是向上做 Z 浪上涨的这样一个关键节点。这里我们就需要将时间周期去调整到更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那在调整到周线图之前，我们先通过这个趋势线找到一个周线级别的这样一个支撑的位置，这个区域大致是在 78.80， 是通过周线我们能看到的下方的支撑。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天图来看一下天图的支撑大致在哪，在什么位置，这是我们画出的一个黄金分割。然后我们再借鉴一下波浪尺，最好能找到一个共振的位置或者重叠的支撑带。通过2种方式的划分，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了下方如果跌破前期这个低点大致是 75.80 之后，向下的目标支撑区域是位于可以看到第一个是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也就是 85.90， 另外一个是波浪尺1:1的等距关系的一个位置，是位于 81.80。
日线支撑 85.90 美元和 81.80 美元。通过这样一个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下方目前具备的支撑是3个 85.90、81.80以及周线的支撑 78.80。那通过现在的价格来看，距离最近的支撑大致还有20美元，也就是20%的下跌空间。如果依次往下的话，可能整体的下跌幅度空间会更大，25%甚至于30%以上。因此，从当前天图来看，这只美股阿里巴巴目前的点位还不适合于去参与，因为此处你如果参与的话，向下所承受的浮亏空间太大，并且你的止损不太好设置，进而导致的最后一个就是盈亏比肯定不合适。所以当前我建议是大家继续去跟踪观察，等到什么时候跌破之前的低点了这个低点其实就是今年4月9号的低点，低点是 95.73 美元，跌破这里了，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开始跟踪了，等待靠近下方，比如刚才说的最近的，哪怕靠近 85.90 也算成立，但是目前的点位建议继续回避。刚才通过波浪结构形态分析，我们已经找到了整体的一个反弹结构，已经确定了反弹结构，同时我们也知道了下一轮我们应该处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去参与后期的波段上涨。好，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关于美股阿里巴巴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